你娘在休息，先不要打扰她。爹爹骗人，太阳刚刚落山，还没有完善呢。你娘今日忙了很多事，太累了，所以休息一会儿。是不是琛哥问题太多，累了娘亲？没有，是因为别的事情。这是什么？与爹说说。这是娘亲教我的，可以吐蚊子，咬得痒痒哦。琛哥真聪明，用了什么药？爹帮你记下。薄荷、蜂蜡。可恶，不知道这个男人今日发了什么疯，话有如此多。林初和后悔了，当初就不该留下来那本避火图给他学习，现在全都用来对付他了。仗着自己的双腿有了知觉了，恢复了一些力气，就开始各种折腾。林初和暗戳戳的在心里骂人，可是骂着骂着，嘴角又忍不住勾起来。还别说，其实挺舒服的。再试试，看看明日开始能不能脱离拐杖行走。大哥，快走走看看！太好了，大哥以后可以不用拐杖走路了。大哥教我习武。接下来就尽量不用拐杖，同时注意适当锻炼，但不要勉强自己。如果感觉难受，一定要停下来休息。父亲呢？父亲的双腿可有好转？你们娘的医术很好，眼下已经有些知觉，但我的情况比严哥更严重，恢复需要的时间比较长。我就说能治好吧？哇，娘是神医！严哥是个要强之人，第二日一早就起来练武，天没亮就起来走路，庭风院都被他走了好几圈了，知道是不是错觉。他感觉今早走的比昨日更加自然了，动作幅度再放小一点，跟没受过伤一样。琛哥是不是应该开蒙了？先前是顾他身子的原因，但眼下小家伙还挺有上进心，已经跟严哥认识了不少次，连自己的名字也会写了。这段时间看看蒙学情况。好了，琛哥，时间到了，能多练一盏茶时间了吗？进步了呢，真棒！那可以跟娘亲要一个奖励吗？奖励2个。远处还在练剑的严哥有些无语，不过随后心想，小孩的把戏。瞧瞧咱儿子这模样，多俊俏啊！文武双全，玉树临风，仪表堂堂，将来得是什么样惊艳的人物呀？母亲，要不您别夸了，我父亲的脸色好像不是那么高兴了。夫君，你说是不是？还有长进的地方，严哥，为父指点你2招。哇，这是什么绝世的场面啊！严哥，你能坚持如此久，可见这段时间有一定的长进的。夫人觉得呢？对，严哥是夫君一手教出来的，自然不错。但夫君的剑术更加高明啊！我虽不懂武术，但也看得觉得十分养眼。真不愧是16岁就被陛下亲封的飞云将军，今日一见才知道夫君啊，的确是武学的天才。夫人过誉了，你俩先聊，我还是走吧。夫人可想学学，我也可指导1、2。真的吗？萧定州点头。爹娘，我也是你们 play 的一环吗？小妍，你的腿好了。小王爷，你若是再围着我转，我不要眼花了。此人便是萧丈，燕王的儿子。都说了，让你别叫我小王爷了，我们如今是朋友。你这样叫来叫去多生分。你从哪里请的名医啊？竟然这般厉害！不是外面的大夫，是我母亲懂得医术，用针灸之法为我治疗的。母亲这般厉害，我母亲是十分好的人。你母亲什么都能医治吗？我母亲只是比较擅长筋骨受损，其余的并不擅长。那也很是厉害了，这样可太好了。今年你是不是就会下场参加科举了？先生，我刚刚看了你今日做的文章，很好。先生过誉了，学生还有许多可进步之处。你谦虚好学，从不自满，这一点很好，也让我很放心。你的腿脚恢复得如何？眼下已经能正常行走，但受伤时间太久，还得慢慢恢复才能入场当真。学生不敢隐瞒，家母懂得医术。太好了，院士3年2次，今年的时间快到了，你可愿意去参加？学生愿意尝试。萧炎，几日不见，你的腿恢复了？算是好转，接下来还需好好复健，彻底恢复需要一点时间。去我那里坐坐。好。去左鹤归院子的路上，左鹤归主动提及自己去了边关的七里镇。我记得你从前说过自己在边关长大。就在七里镇边上。当年战乱，许多小镇已没有生机，不知如今的七里镇如何了？已经恢复生机了。不少百姓都已经迁回，生活安稳。当年北元跟朝廷那一场战役后元气大伤，这几年是不会再兴兵南下的，百姓可以过几年安稳的日子。那就好。你自出生就在边关吗？不是，是有记忆之后才在边关。我养父母是边关人。你小小年纪学识就不错，可见养父母待你不错呀。他们都是普通人，少时认识了风秀才。我有一个弟弟，与你年龄差不多，元气半岁在灯会上被抱走。左世卿全族之力也不曾找到他的踪迹。如果他平安长大，大约与你一般。因此见到你，我总忍不住多问几句：若他还在世，能否如你一般遇到护着他的人？你这么多年游历天下，莫非是在找令弟的踪迹？左鹤归点头。可离开左鹤归的小院之后，严哥的心中仍旧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而那种感觉说不上来怎么回事，总让他心中闷闷的。父王，我有个好消息！莽莽撞撞的成何体统？父王，你有救了！我怎么了他？
孝顺好大儿。萧炎他娘很懂医术的，尤其擅长经脉受损一等，会治疗旧伤。萧炎今日都能走路了，不用拐杖了，请萧炎他娘来给您治疗，您的旧伤肯定能治愈。臭小子，说的什么胡话？你同床的母亲如何给我治疗身子？我看你是皮痒了。父王，你不是要拿这个比我手臂还粗的棍子打我吧？燕王微笑，十分慈爱。你说呢，好儿子？救命啊！我都要打死我了！臭小子，你给我站住！我今天要让你知道，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。我也是为了父王你好啊，就是一时没想到萧炎他娘是个妇人，已经成婚。没成婚难道就行？你脑子里到底什么玩意儿？父王不要生气嘛，生气上山。二哥是坏蛋，不要理二哥。二哥就是坏蛋了。小丫头，你还记得是谁给你买小零食的不？二哥不是故意的，二哥就是笨笨的，不像您阿姨呀会说话。父王不要跟笨蛋二哥计较了。父王看看您啊，看到您啊就开心啦。没爱了呗，女儿是福，儿子是草。娘，你看我父王，小赵，我看你是想上天的你。哦，还有没有天理啊？你身子不好，别动气，儿子可以不要，身子不能不顾。大哥，你当年怎么就去了？如果你还在，我是不是就不会这么惨了？平日里被打的肯定是你，就不是我了。我看那位定国将军夫人在医术上的造诣，不止臭小子说的如此简单，只是藏拙了。你身子不好，太医都束手无策，我们倒是可以请他来家里帮你瞧一瞧。我这身子我知道，不过是心病罢了，哪里好意思请人家将军夫人来给我看诊。我看王爷跟赵儿一样糊涂，这是将堂堂将军夫人当成大夫了吗？燕王有些无语，他闭嘴了，但为了妻子的身子着想，若是那萧夫人愿意来，他必定重重酬谢的。林初和并不知道自己因为将军夫人的身份而错失了一次报复的机会，否则他可能因此考虑休夫了。这将军夫人谁爱当谁当，有点复杂，暂时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，反正我有法子。母亲的秘密没有全部告诉我吧？您的药箱里还有药房里经常出现一些奇怪的东西。严哥早就想问了，但感觉林初和不会说的。林初和果然微笑沉默。严哥无语。怎么样，消息如何？能不能确定萧炎便是你的弟弟？自从你跟我提过这件事之后，眼下我看你们二人真是越看越觉得眉眼有相似之处。竹林沙沙作响，没有人知道里边有一道身影，恰是严哥。基本可以确定，去了一趟边关，因为当年的战役十里镇遭遇屠杀，没人存活，辗转才找到了当年带萧炎去十里镇的人，得到的消息是从江南带过去的。这么多年真是辛苦了，你接下来打算如何做？母亲，你可知道河东左氏有个遗落在外的孩子？是你？一般故事的套路都是这样的，名门望族的子孙流落在外，被我这种身份特殊的人捡回去，养育成人，结果发现孩子的身份背景也不一般，于是嘎嘎乱杀。这个我还真的没有什么记忆，对左氏更加没有记忆。不过知道左鹤圭这个人，毕竟他跟你爹齐名嘛。你爹刚被封飞云将军的时候，就有北飞云、南鹤圭的名号出来了。不过严哥，你之前怎么没跟我说过啊？连鹤圭公子这条人脉你都搭上了？你觉得鹤圭公子突然跟你说这个，不是无的放矢？很简单，你去拿鹤圭公子一点或者头发回来，我给你们比对，我知道怎么验证亲属关系。林初和这么一说，严哥也变成了好奇宝宝。如何验证？头发就可以吗？这么多年了，那孩子自小经历磨难，性子内敛，恐怕不太能接受。就是因此我才多有顾虑。他自小历经磨难，家人又不在身边，怎能心中没有芥蒂？还是再等一等吧，等南方的消息再传回来，等我想想怎么说。实在不行，能不能先让严哥以别的身份与他和左家的人相处，慢慢来。二人说话间渐渐走远了，等到四周再无动静，沙沙的风声中，严哥才从竹林里走出来。果然，我就觉得你不是一般的孩子，这种套路我可太熟悉了。只是可能，十有七八不一定。你还想确认吗？可以继续拿你二人的毛发来验证，我帮你确定结果。怎么啦？心中不高兴，还是害怕了？有那种锦香情切的感觉了？没什么情绪，只是突然知道这种消息有些意外。您今日就当做没有听到这些话好了。如果是真的，你不打算认祖归宗？您从前不是说族谱从我这一页开始吗？这话倒是记得清楚，也不是不行。我们母子俩这么多秘密，都把你爹排除在外，你说他哪天若是知道了会怎么样？是母亲先隐瞒的，母亲可以想想，被父亲发现的话会怎么样？我一定拉你下水！哼哼哼，幼稚。严哥决定暂时冷处理关于自己身份的事情。其实左鹤圭的担心是多余的，他对左家没有任何感情，从有记忆的时候就没有任何亲族的牵挂和寻找的执念。
因此谈不上对左家或者对所谓的亲生父母有任何感情和期待。没有感情，当然也就不会有任何的情绪。此后，他跟左鹤圭如常的相处。他的毛发他其实已经拿到，却又迟迟不交给林初和。说实话，以他对自己的筹谋来说，左氏后代的身份对他的将来百利无害。外祖母，您好点了吗？哦，好多了，好多了。不是说要出去逛逛吗？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轩儿是去给外祖母买礼物了呢，觉得外祖母喜欢，就迫不及待的回来了。哎呀，还是我们轩儿孝顺外祖母。自然，志哥心里愧疚，都不敢来见你。哎呀，轩儿也15了，急急了，可要许人家了呀。王景轩立刻红着脸，低头不说话。这丫头心气高，在江南谁也瞧不上，我倒要看看这京城里有没有她能瞧得上的人。娘，老夫人认同。女子嫁人是得好好看看，等外祖母身子恢复了，便与你娘一道，好好给你选人。静书呢，这几日在侯府过得可还习惯？王静书微笑，习惯的如在家中一般，让老夫人费心了。静书客居侯府，多有麻烦之事，小小谢礼，还望老夫人不要嫌弃。竟是一块颇有价值的暖玉。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客气？你又不是第一次来侯府了，我已将你当做我的半个女儿，还这么跟我客气，可是与我生分啦。静书听大嫂提过，京城有一名医称为林娘子，今日拜访才知道，对方已经离京采药多时，归期不定，不能为老夫人分忧。静书实在有些遗憾。你这孩子呀，哪里需要这样麻烦？有事便差遣府中人去办就是了。那个林娘子性子古怪，不轻易给人看诊，连宫里的面子都不给。你日后别去找她了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人，医术又是从哪里学来的，还是太医可靠。萧大姑说，静书就是孝顺，将您当做亲的长辈。你们俩呀都孝顺，静书如今可曾婚配了？不曾，让老夫人费心了，真是可惜啦。当年若你们能好事成双，我不知道有多高兴啊。还是二弟没有福气。哼，眼下娶了个祖宗回来，闹得府上不得安宁不说，可耗费了静书的大好年华。大嫂，您别说了，你这孩子就不兴我说吗？就兴你前段时间为他哭断了肠。静书这孩子也是痴情，我跟他兄长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当年二弟受伤的消息传来，这孩子急得就要来京城，被我跟他兄长拦下了。前段时间知道二弟成婚了，还哭病了。这2年哪里有好的大夫，他都要打听一下。前2日还眼巴巴的去听风院，劝那林氏去请名医，结果林氏不知好歹，竟然羞辱人。什么？竟还有这样的事情？静书，你怎么不跟我说呢？静书住在荣国侯府，已经足够麻烦老夫人，不敢再添麻烦。这个林氏真是不知好歹。老夫人别生气，林姐姐知道我当年与将军议过亲，心中不好受也是人之常情，我能理解的。你是理解他了，可他却不知好歹。你呀，就是太心善了。静书，你告诉我，你待定州的心是不是还跟从前一般？老夫人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可惜呀，那林氏已经是正妻了。母亲，瞧您说的，那姜氏还是永福长公主给凌晨定的侧室呢，可人家也是魏国公府上的嫡出小姐，还真能一辈子做侧室啊。你看凌晨愿意不？前段时间虽然发生了不快，可眼下2人还不是同进同出的。那小子呀，指不定心中已经开始谋算了。姜氏有真的甘心做凌晨的侧室，那魏国公府能乐意？哼，姜氏那是咎由自取，这太委屈静书了。我心里就算十分的满意静书，哪里还敢开这个口呢？反正我也是没有法子了。这丫头犟得很。静书的心已经给了一个人，就不愿意再给别人。静书什么也不求，只想留在萧将军的身边。姑姑的意思是愿意做萧将军的侧室，这也行？不管不行，老夫人反正很满意。这几日，王静书多在老夫人的跟前照顾，端茶倒水的十分尽心。有了王静书做对比，老夫人就越发不满意这林初和了。确定王静书的心意之后，她立刻将这件事提上日程。林氏，你嫁给定州已有3个多月了吧？差不多吧。3个多月了，肚子可有动静？不是，养猪也不是这么下载的吧？定州眼下只有3个养子，没有自己的亲生孩子。你这个做正妻的，何该为定州着想，给他开枝散叶？尤其他眼下身子不好，这件事更应该提上日程。懂了，穿越认识必备副本，宅斗。
吧？您怎么就觉得是我不行，不是娇女不行呢？我怎么了？你竟说出这种话！我说什么了？我说错了吗？自古以来，妻子的责任就是给丈夫生儿育女，你生不出来，怎么能去怪自己的丈夫？简直是不可理喻！今日萧大姑也在旁边帮腔。就是啊，弟妹，你这话也太奇怪了。母亲也是为你们着想，才多问2句嘛。啊，大姐成婚20来年，眼下只剩下3个孩子，没能实现3年抱俩儿女满堂，也是因为自己生不出来吗？我略懂医术，可以帮你看看。一家人不说2家话，诊费给……我的意思不是你身子不行，你脾气这么冲做什么？我知道你平日照顾3个孩子辛苦了，只是听风院冷冷清清，定州还是得有自己亲生的孩子才行。你这个做妻子的也得多为丈夫考虑，给定州那一房侧室，也好给你打打下手，照顾3个孩子。哦，原来老夫人您是这么个意思，早说清楚不就好了？还得说我一句不行。不知老夫人可有中意的人选？林氏竟然这样好说话，事情顺利的让老夫人感到惊讶，心里求老天爷收林氏的祷告暂时中断了。这个你先看看，没有的话我再安排，到底是你们自己的事。那倒没有，我听老夫人的意见。我看王家姑娘静书就十分的好，她是你大姑姐自己人，看着长大的，知根知底，性格温柔，待人一片真心。这不太好吧？怎么，你不乐意？王姑娘怎么说都是王大人的亲妹妹，祖上也是书香世家，怎么能让人家当妾室呢？这多折辱人家好姑娘啊！说出去王家名声也不好听，做侧室传出去，怎么都是在折辱王家。说实话，老夫人考虑欠妥了，侧室不行，还得提一提。那你的意思是，做如夫人？如夫人前头还有一个如，也不是正妻，不妥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你到底想如何？当然是做正妻啊！哦，你愿意？这有何难？让将军与我和离，或者我休了将军，到时候萧定州娶谁不行？或者一碗毒药给我灌下去，这正妻之位不就空出来了？到时候管他是王静书还是李静书，娶谁不能啊？顺便也处理好3个孩子，到底不是亲生的，将来也免了3个孩子跟新夫人的孩子争家产，还得老夫人出手，多麻烦不是？你，老夫人气得发抖。好，林氏这就是跟他作对。弟妹，我说你也未免太霸道了吧？为丈夫开枝散叶本就是妻子的责任，你这样擅妒，二弟还如何生育子嗣？眼下我们荣国侯府人丁单薄，你应该想想怎么让侯府人丁兴旺啊！这样的吗？那么大姑娘来京城之后，一定替大姐夫安排好了侍妾吧？恭喜大姐哦！大姐夫日后来京城，你就可以拥有很多儿女来尽孝了呢。侯府的人丁兴旺，怎么能完全靠将军呢？还有老侯爷和侯爷呢。老夫人和大姐有这份心意，不如替2人张罗张罗。林氏，你给我出去！好嘞，那我就先去忙了。对了，老夫人身子久不见好，我略懂一些医术，不知要不要我帮忙看看呢？不然传出去都要说我不关心老夫人了。老夫人闭上了眼睛，觉得自己遇上了一生的克星。出去！是老夫人不要我看顾的哦，大家千万不要说是我不乐意哦。林氏，你给我出去！还急了？老夫人现在的心情就是后悔，十分后悔。于是林楚河听说青松院又请了大夫，老夫人的头痛之症根本无法缓解。知道林楚河这事无法下手，老夫人决定从萧定州的身上下手，于是换来了萧定州。定州，你意下如何？景叔是个好孩子，也不嫌弃你如今身残，愿意为你诞下子嗣。那孩子对你的心意，这么多年了都没变过，连身份都不顾了。眼下听风院3个哥都不是你亲生的，林氏的肚子又不见动静，偌大的家业，日后总不能给外人。外人？就算我一辈子不生孩子，将家产全部留给3个孩子，谁敢说什么？你这怎么行？那是我们侯府的。老夫人可能有什么误会，那是我的俸禄和赏赐，何时成了侯府的共用资产？多少是御赐之物，敢用的人不怕杀头吗？看来我是昏迷的这2年，让大家产生了太多的错觉。纳妾和说3个孩子是外人的，这话我日后不希望再听到第2次。若是府中还有人议论，那就是老夫人管制不严。你威胁我？随老夫人怎么想，我只看结果。定州，侯府养你长大，你可不能这样啊！你日后还得靠着侯府。二弟，你能有今日的成就，
那都是侯府的荣耀，你不能如此忘恩负义。忘恩负义？侯府养我长大，我昏迷2年，3个孩子过的是什么日子？我本不打算认真算这笔账，但是二位如果真的要跟我算的话，我不妨好好算一笔。大姐回府这么多日子，原来的院子住的还习惯吗？前2日从库房拿走的那件黄花梨木雕，是我17岁那年宫里赏赐下来的。老夫人瞬间慌了，这么多年来，宫里赏赐给侯府的东西，她用的最多。够了，都不要说了，定州都是一家人，你何苦做到这个地步？我做到什么地步，全看老夫人怎么做。算了，纳妾的事情，我日后不会再提。希望如此，儿子也不想为难。萧定州离开之后，萧大姑很不满。母亲，您怎么就这样放弃了？他也太猖狂了，是不是忘了自己的身份不过是一个外世子？咱们侯府能让他上族谱，他就应该感恩戴德了。哎呀，你不懂他。从进府之后就没怎么把我这嫡母看在眼里，倔得很。他如今就是被林氏给迷惑了，尚未见识妾室的好。他这般做，我更不能让听风院只有一个女主人。那您的意思是，后宅的法子多的是。可还没等老夫人怎么的，萧定州从青松院离开之后，就带着妻儿去了库房了。老夫人得到消息，垂死病中惊坐起，人差点栽下床，失声道：“啊，他去库房做什么？”将军说3个哥学业进步，让他们去挑挑礼物。眼下，萧定州带着妻儿拿走了大半多，他不是拿的，他是奖赏给自己儿子的。库房瞬间空了大半，剩下的都是些不值钱、不能卖、不能送的御赐之物。老夫人得知了消息，直接气晕了。不嘛，说好将那个夜明珠送给我的呢，外祖母骗人，我喜欢那个夜明珠，我不管，我就是要，答应了给我的。行，后面再想办法给你，急什么？王景轩也欲言又止，外祖母也说了要送他好多首饰的，将来做他的嫁妆。这话还算数吗？轩儿，不许这么说，传出去了，别人该说你不懂事。哎呀，我就私下说说嘛，我说的不对嘛，姑姑肯定有什么好的都想着轩儿，自然我们虽是姑侄，但情同姐妹，我有什么好的，肯定第一个想着你。不管你个二舅母，你都这样委曲求全了，他还这么不依不饶，姑姑你会不会难过啊？我没事，这种事情强求不来，可能我真的跟萧将军没有缘分吧。谁说的？你来了之后，萧将军都没有单独亲自见过你，你怎么知道他什么意思？如果你这样的才华横溢、闭月羞花，萧将军真的认识了你，一定会为你倾倒的。王景轩还是个待字闺中的女子，王静书的事情她当然张罗不来，但是有人关注这些事情啊，而此人自然就是江月然。说是被人知道了，萧将军不让你们住侯府了，如何？这侯府是外祖母做主，谁还不允许我住了？是，你说的对。可你难道还能趁你二舅母出门的时候拦着她，不让她回府，好让萧将军见一见你姑姑吗？这样可不行，我不会这么做的。说完，他离开了。真是蠢货一个，有心思没脑子。幸好这小丫头自小被宠坏了，心思简单，也不知道有没有被王静书当枪使。这可真是有趣了。母亲，王家是不是贼心不死，明的不行，想来暗的？你还关心这些？他们肯定会想办法引您出去，然后想办法让父亲和王家姑娘单独相处。到时候不管事情如何，都不过是一张嘴的事。您不能坐以待毙，应该主动出击。你还听懂啊？母亲，我不是说笑的。好了，我知道这个事情我会处理的，放心，你好好念书。文哲先生不是让你准备院试吗？你准备的怎么样了？院试而已，有什么好准备的？但他还是点头应了下来。在林初和这说不通，严格心中母亲不是那么在意父亲的错觉尚未消失，他担心事情闹大了，林初和真的休夫。他相信这是母亲能做出来的事儿，于是他去找父亲。你这么不信任我？儿子不是不信任父亲，而是觉得内宅手段阴毒，防不胜防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出击。况且王家人确实自当，没得让他们烦母亲。你是不是觉得你母亲不在乎我，才又来找我？父亲也不必妄自菲薄，母亲的心中只是有很多事情不完全被您占据而已。何况母亲每日都挺忙的，她性子就是这样。谢谢啊，下次你别安慰我了。严哥，你觉得我该如何做？母亲平日里对我说，若我日后有心仪的女子，就一定要给予她爱与自由，多表达爱意，口头上和行动上必须一致。父亲与其想着未来，不如将眼下的事情解决好了，不要让母亲因侯府的事情烦恼。母亲嘴上虽不说，但必然十分厌烦这些事情。我会处理的。晚间安慰了特别兴奋的萧小舟小朋友，让他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之后，林初和已经累趴在床上。不行了，这过程虽然很美妙，但也有点吃不消啊。
萧定州的双腿越发恢复，某些方面的能力也变得越强。现在的他呀，已经不能完全主导自己的地位了。夫人还好吗？还来？不是，替夫人按摩一下后腰，舒服一点。啊，往左一点，对，这个穴位舒服，力道大一点。哎呀，将军和夫人，这也太频繁了啦！嬷嬷既感到高兴，也感到担忧。高兴是因为这说明将军十分疼爱夫人，担忧的是觉得这样夫人的身子是受不住的，他得让厨房多做点补气血的东西才行。实际上，此刻的后室里画面还挺正经的。林楚河说道：“我明日要出门，我跟夫人一起出去。”不行，你得留在家里。我总是在家，别人都没有机会见将军呢，这可如何下手啊？夫人打算出卖为夫？那不叫出卖，那叫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。而且我相信夫君对我的心意的。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听风院的清静。你看严哥和景哥都不能好好看书了。小忽悠，夫人相信我的心意。对啊，主子为夫要好好证明。萧定州，你将军救命！我家姑娘落水了。我去，这么直接啊，还玩这么大！这个王小姐真是不要命了！这，若是现场只有将军和她，这可真就是说不清楚了。就算将军双腿不便，不能下去救人，可王姑娘全身湿透、衣衫不整的样子被将军看见了，王家恐怕也是一定要让将军纳了王小姐的。将军救我！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谁落水了？此处危险，人多，快将父亲带出去。下人怎么全都不在？人呢？若是出了人命，如何负责？程阳，是。少爷们请避开，此乃王家姑娘，不知为何出现在世子与将军约好议事的水榭中，方才不慎落水，非礼勿视，请回避。说话间，程阳施展星空，掠过水面，像捞水藻一般的将王静书给捞了下来。严哥的同窗和景哥的同窗加起来5、6个人，这动静太大，已经将别处的丫鬟和赶回来的江月然引过来。众人过来的时候，看到的便是程阳捞起王静书放在水榭之中的一幕，而从始至终，萧定州都不在，连王静书被救起的那一幕都没有看到。而这个时候，林楚河刚好带着王锦轩回来了。王锦轩冲过去：“姑姑，您怎么了？姑姑落水了。二舅舅，是您救了姑姑吗？”萧定州无语，林楚河也无语。王姑娘慎言，莫要影响王表姑的清誉。我父亲双腿不便，如何救人？今日救人的是程护卫。什么？他喃喃道：“怎么会是程护卫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不然应该是谁救人的？”王锦轩一个机灵，看向微笑的林楚河，心中有一种巨大的不安。将军，王家不会让我负责吧？我发誓，我轻功虽然不如陆枫，但救人而已。我一开始就闭上眼睛了，没看王姑娘一眼的。萧定州有些无语，有时候有一个除了会打仗，脑子就一根筋的护卫，也挺让人为难的。就程阳这样的，还想娶妻，有点难。大姐这就跟我计较了。我虽然艺术不精，但也略懂1、2，这个头疼脑热的也不是问题。王姑娘这是在我们侯府发生意外，我不看着点儿，心里过意不去。毕竟当时还有我们家孩子与他们的同窗在呢。王静书最终还是悠悠的转醒。我这是在哪里？这当然是在王姑娘你自己的屋子里啊，总不能是在听风院吧？哎，王姑娘怎么看起来这么失望？在自己屋子里不好吗？二弟妹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啊？我能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就是问问啊，大姐，你怎么这样的反应啊？静书，你怎么样？我还好，只是我落水了，不知是谁救的我。王姑娘不会忘记当时发生什么事情了吧？哎，幸好严哥和景哥带着同窗回来，人多力量大，他们几个一大喊，就将不知去了哪里的下人们喊回来了。程阳功夫了得，将你救回来了。您瞧瞧你手里还抓着程阳的衣袖，实在掰不开你的手。程阳只好一剑割了自己的衣袖，这衣裳你可得赔他。王静书反应过来，才发现自己手里还抓着什么东西。听到林楚河这么说，他像是扔掉什么脏东西一般，甩开手里的东西，脸色变幻莫测。想到自己落水后被那么多人看见了，王静书瞬间心如死灰。他分明只想让萧定州看见的，明明一切都安排好了，为何会这样？不然你为何要这样折辱我？折辱？各位，你们说这话好不好笑？我儿子和院里的护卫救了王姑娘，套成了折辱她了。王姑娘，今日是二夫人救了你，你回来之后，她还亲自照顾给你诊脉，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是啊，二夫人一片好心，怎么能这么说呢？真是奇了，莫非我应该见死不救，让王姑娘当时直接淹死在水中才是好办法？二弟妹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二舅母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侯夫人看热闹不嫌事儿大。就是，弟妹，
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王姑娘不过是刚刚醒来，受不了刺激罢了。那我该说什么？我们听风院救的人，却被说折辱他，我们还没邀功呢，反倒被倒打一耙了。这要是告到公堂上，道理也不在王姑娘这一边吧？说起来，大嫂也该管管院子里的下人。水榭这种地方，怎么能没有下人在周围伺候？要不是王姑娘凑巧出现在了世子和将军要议事的地方，要不是凑巧王姑娘落水的时候，水榭周围没有人，要不是凑巧当时将军路过，王家还以为我们要在侯府行谋害之举呢。到时候大嫂你这侯夫人怎么跟王家交代呀？哎，这跟晨儿有什么关系？大嫂不知道吗？凑巧就是世子请将军去议事呢，凑巧碰上了王姑娘也在西园弹琴，凑巧王姑娘落水。你一口一个凑巧的，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是凑巧吗？难道是故意啊？你二弟妹，我看你就是故意来惹静书伤心的。哎，算了，大姐这么说，我也无话可说，就当我好心当初驴肝肺吧。算了，你们高兴就好。放心，这件事会给大姐一个交代。哼，什么交代？难不成还能让萧定州娶了静书不成？萧大姑以王静书要休息为由，让其他人出去。今日的事情，静书到底怎么回事？娘，是我没有安排好。你真是太大胆了！那个江氏也是个榆木脑袋，能成什么事啊？还连累了你姑姑。大嫂，别怪萱儿，她也是想帮我。今日的事情是我疏忽。嗨，你说说你，那萧定州到底有什么好？你非得这样？都说了让你等我的安排，眼下这个情形，再想有所安排，就得难上加难了。林初和离开王静书的屋子后，不到1刻钟的时间，老夫人就听闻林初和在审问侯府的下人。啊，他这是要做什么？二夫人说，听风院的人救了王姑娘，反而被王姑娘冤枉，要折辱她。她本人是无所谓的，可不能不顾听风院的公子以及同窗将军的声誉。今日这么多外人碰见了，事情铁定会传出去。到时候传到同窗的家中，被他们父母知道了，大家好心当成驴肝肺，人家质问侯府怎么做事的，两位公子怕是有口难言，外人还以为将军和小公子们轻薄王家人，这可就冤枉大了。快派人过去阻止他！这个林氏真是的，好啊，我真小瞧了他。侯夫人也得知了动静，等她风风火火派人过来的时候，林初和已经审完了下人，见到林夫人还笑脸相迎。大嫂来了，正好，我已经问了事情的经过。原来呀，今日世子的人先请将军来水榭议事的，但是呢，还没到时辰，江姨娘和王姑娘来弹琴了，还遣退了所有的下人。结果江姨娘自己走了，留下王姑娘一人。但时辰到了，世子却又不在水榭，我们将军才刚到呢，就被人拉着救命了。王家那丫头也真是的，将军双腿不便怎么能救人呢？要叫也是叫会水的婆子。我说这丫鬟就应该发落出去。审问水榭的人，你叫来这么多人做什么？连种花的短工也叫过来了。短工做完事就回去，什么事不能传出去啊？我平时不管家，不知谁是家生子，谁是下人，谁是短工啊。要查事情，当然是越查越仔细好啊。好，这个林氏果然是来克我的。老夫人的意思是说，这背后还有一些人为隐情，我不该将事情闹大。这不管王姑娘跟世子之间有什么，这都应该先知会我们啊。我又是没有管家经验的妇人，哪里能周全这么多？你胡说什么？侯夫人愤怒道：“晨儿跟王姑娘清清白白，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？”二婶慎言。哦，那总不能是程阳吧？江月然忍不住开口道：“就不能是萧将军？不然为何萧将军去那里？我何时约了二叔去东院水榭议事？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，与我何关？”这竟然还有误会！萧定州不说话，直接让程阳将那通知的小厮丢进来。小厮立刻哭着求饶，说自己也是奉命行事，是世子院中的人跟他说的，他只是传话的。我今日下午都不在府上，何时约过跟二叔议事？莫名其妙，此事跟我没有关系。也是奇怪啊，世子没派人来过，偏偏王家姑娘又在水榭。林朱和点头，怪不得说无巧不成书呢。萧定州让人去找给小厮传话的人，老夫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。另一个小厮也被找出来了，他是萧凌晨院子里的人，在严刑拷打之下，很快就承认自己是收了王家嬷嬷的银钱办事的。这怎么又跟大姐一家有关系呢？去，让你们大姐过来，听听到底怎么回事，是不是底下的人起了别的心思？母亲，两位弟弟，这贱奴我已经带过来了，就是他生了异心，竟然算计我们侯府的主子，让静书丢脸。哎，说到底都是我管教不严，让侯府生出了这么多事端，这贱奴随你们处置。还挺会演戏，原来竟是你这贱奴，害得我侯府生乱。来人，给我拿下，直接拿出去发卖了。老夫人这么多年，第一次做事这么果决吧？定州，事情已经水落石出，
是王家的嬷嬷生了异心，想靠着主子发达，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，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，以后谁都不许议论。母亲，都怪我，要不是我，事情也不会变成这样。连累了静叔和二弟，我实在没有脸在侯府住下去呀！胡说，侯府就是你的家，我看谁敢说让你出去？我实在是没有脸，我要带着孩子们搬出去。大姐，你要真的坚持搬出去的话，我可以给你提供住处啊。我看你这么坚持，就想帮帮你。当初成婚的时候，将军给的聘礼里就有一座宅子呢，你要不搬过去住？这怎么好意思去住你的宅子？弟妹，先前的事情是静叔口不择言，还请你体谅。他就是刚醒过来，心情尚未恢复的缘故。哪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我正打算租出去呢，好不容易碰上了您这样有需求的租客，也不贵，就京城的租价给租金就得了，按日给和按月给，或者半年给，我都不介意的。我还能找人帮你搬东西呢。祖母，那我院子里的人……好了，都不要再说了，出去住的话不许再说。今日的事情到此结束。晨儿，你院子里的人生了二心，祖母会给你做主，再选人过去。这件事错不在你姑姑，都是底下的人心思多了。定州啊，定叔落水的时候你在旁边。王姑娘落水的时候我没见到，并不在旁边，倒是严哥和景哥还有他们的同窗瞧见了。姑娘家生育大，只是那些孩子最大的也才13。其中燕王府的小王爷年纪最大，恰好13。不知道王家要不要燕王府负责这件事啊？王静书落水一事吵吵嚷嚷，最终在萧定州迁出燕王府小王爷的时候，尘埃落定了。母亲，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吗？谁说结束了？严格不解，这才是开始呢。今日的事情是个导火索，你等着看吧。接下来侯府就是一锅乱粥。这件事是江月然再没有知会萧凌晨，萧凌晨那人自尊心强，今日的事情他必然跟江月然算账。侯夫人看起来不太管王家一家的事情，但最在意的就是萧凌晨的利益。王家如今为了萧静书动萧凌晨院子里的人，这件事有一就有二，侯夫人会甘心放过他？今日老夫人还维护王家，只会让王家觉得这点错事没什么，有老夫人给他们兜底。萧氏久而久之就会想做侯府的主子，侯夫人能让他兴风作浪？你看着表面上是宅院里女人之间的怄气斗心，其实不然。母亲的目的从来不是表面上惩罚他们，而是想要瓦解王家，荣国侯府和魏国公府之间的关系。上次江姨娘算计您的事情只是一个开始，不然呢？我看起来像是这么好心的人吗？表面上收拾他们有什么用？他们背后代表的是3府太子的同盟。大姐，你想为你们王家人做什么我不管，但你若再动陈二院子里的人，休怪我不顾情面。玩鹰的可不要被鹰捉了眼。哼！侯夫人气呼呼地走了。我呸！凭你也敢说我？也不瞧瞧自己什么身份？娘，大舅母是不是怪我？怕什么？这是你亲外祖母的家，什么时候轮得到她说话了？我就是想拿走一半的管家权，她也不敢说什么。这次是我任性了，连累了娘。不碍事儿，走去看看你外祖母，她最疼你了。我有没有说过，没有我的同意不要去招惹二叔？你真是能耐，联合王静书去对付林楚河，你忘了上次的教训，还嫌不够丢脸吗？世子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王家的事情我一点没有参与。你少给我装，连我身边的人也敢算计，江氏你能耐了。世子现在怎么这般胆小？忘了之前被罚跪祠堂的痛了吗？不是要让萧定州10倍偿还吗？这才到什么时候就退缩了？哼，你可真窝囊！江月然，我给你脸了！腹部传来尖锐的疼痛，脚下一滩鲜血流出。萧凌晨的院子请了大夫，连侯夫人也去了，动静很大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不是有了身子你也不知道，好好的现在流产了，那可是我的孙子啊！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说这个还有什么用？我也不知道她怀孕了，谁怀孕了还像她那样到处惹事？今日的事情也不怪我，要不是她跟王家合起来，差点又让二叔罚我，我怎么会生气？王家真是害人不浅，若不是王静书心思多，哪里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害我没了孙儿，我跟王家没完！世子，姨娘的半边耳朵出血，怕是伤了根本，日后难听到声音。什么？三弟，你想问什么？大哥，你跟娘亲说的是什么意思？要把侯府煮成粥吗？不可以做人肉粥的。老夫人和侯夫人都不喜欢母亲，叔夫人还有老侯爷不管事，你知道吗？不要新的娘亲，就要现在的娘亲。对，我们都是这样的想法。父亲也喜欢现在的娘亲。我最喜欢现在的娘亲。那个王姑娘想做我们的新母亲吗？不要她，她不好。她没机会。日后我们都要注意，
别让别人欺负母亲。三弟，你现在有一些本事了，任何时候都要保护好自己，不要让别人拿我们来说母亲的不是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大哥，我一定不会让别人欺负母亲的。奴婢打听到的消息就是这样。江姨娘在院子里闹得很凶，世子不但不给江姨娘出来，还以江姨娘需要静养为由，也不许外人探望。哼，恶人自有恶人磨。当初算计夫人，如今终于咎由自取。得等个合适的时机，将江月然的消息传给魏国公府。江月然从前这么照顾我，我当然要回报他。等天柱节之后吧，江氏有一兄长，对其十分宠溺，眼下不在京城，奉旨外出了，算时间该是天柱节后回来。若是发现自己的亲妹妹被萧凌城折磨成这样，事情就不好收拾了。严哥，你想没想过，我们之前也对付过江月然？此一时彼一时，身处某个情境中，人的注意力会放在特定的位置上。你是懂人心的。这下好了，你们高兴了，本可以在侯府好好做客。发生了这种事情，日后我们还怎么出门啊？别人怎么看我们王家？等父亲回京，名声都没了，朝廷还敢重用吗？行了，你好好读你的书，时间久了，事情就过去了。过2日就是天柱节了，我们还怎么出门啊？你舅舅是荣国侯，你祖父曾是太子太傅，他们就算心里不服气，难道还能放到明面上来说？一个个的都给我争气点，这点小事算什么？你们父亲很快就回京任职了，到时候巴结我们王家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呢。另一边的王杏书，经此一事后，对萧定州的心思倒是歇了不少。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，那林氏是个心思深的，老夫人断然不能留着他了，你且忍一忍，往后有你痛快的时候。嫂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林氏的姐姐可是太孙妃，这会儿你知道人家姐姐是太孙妃了，那又怎么样？我听母亲说了，她跟太子妃和娘家的关系都不好，无人管她。你且等着，天柱节还有几日就到了，到时候必让那林氏丢脸。另一边，林初和让萧定州去查林逸云的消息。随着天柱节临近，萧定州查到了不少。太孙妃已经偷梁换柱，不是林氏女。不，她就是林逸云。太孙妃与夫人一样。什么叫与我一样？你猜到了啥？我做过几次梦，帝都第一医院太和天府12栋3单元2号实验室。萧定州每吐出一个字，林初和的眼眸就瞪大一分。不疼。夫人，你掐的是我，疼的。你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你也来自22世纪？萧定州有些无语。他知道林初和生活在一个高度发达的世界，但不知道那个世界叫22世纪。从萧定州的眼眸中看到短暂的迷茫和不解，林初和脸上的激动和惊喜瞬间消失了，随后很快反应过来，不可能，如果萧定州也来自未来，根本不是眼下这个样子的。嗨，他真是瞬间失智了，还以为自己捅了穿书和重生的窝呢。夫人的反应是不是放错了重点啊？所以梦里的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，那里才是夫人真正的来处。梦里？什么时候开始做梦的？哦，你早就知道了，结果假装自己不知道，害我还装，多尴尬。夫人回门后几日，所以夫人不是真正的林氏女。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很诡异，不觉得我是什么魔鬼？怎么会啊？萧定州揶揄，夫人应该是仙子。我是林氏女，但不完全是林氏女。你梦见的那些都是真实发生过的，或者说那个世界才是我本来生活的世界。那么夫人怎么会来这里？眼下的大境又是哪里？严哥跟夫人之间的秘密也与此有关，包括太孙妃。你怎会察觉到严哥也有秘密？哼，事事都好奇的夫人很可爱啊。知子莫若父，严哥的变化我能看得出来。哎，你等等。行，就是去找严哥，什么事儿夫人都先跟儿子说。严哥，大事不妙，你爹全都知道了。母亲，你冷静一点，冷静不了一点儿。你爹知道我从哪里来的，还早就看出你不对劲儿，他什么都知道，就静静的看着我俩表演。我们也没表演什么，可能母亲你自己表演的比较多一点，谢谢。比如刚成亲那段时间，你可劲撩拨父亲，几分真心真意。你最好还能继续骗过父亲，只是父亲知道了。母子二人在屋子里嘀嘀咕咕的，萧定州就知道夫人是来找严哥的，他跟来了，但是没有贸然进来，看看这母子俩还能嘀咕出什么。最终啊，严哥做好了心理建设，去将萧定州给推了进来。这是做什么？接下来儿子言语有不逊之处，先跟父亲请罪。萧定州听完，定在了轮椅上，他想过多种可能，没想到儿子突然拥有了前生的记忆，前世的情况与眼下的完全不一样。3个孩子都没有好下场，他自己更是早早的死在了战场上，最后只留下一个严哥独自支撑。父亲，严哥，你辛苦了，我很欣慰，你愿意和盘托出。眼下我已经知道了过往的一切，这段时间你独自守秘密，为我为你的弟弟们操心，辛苦了。你也很优秀，优秀到已经可以护住我们一家人。你放心，这次我绝不让悲剧再次发生。所以夫人跟严哥是何时互相坦诚的？严哥早就知道夫人不是原来的林氏了。说了，夫君肯定会不高兴。现在夫人也跟我说一说，
怎么回事？这想法万万不能说出来。于是林初和又将曾经对严哥解释的过往跟萧定州说了一遍。虽然我不知道我为何来这里，但既然来了，我们就是一家人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自从我来了之后，事情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你提前醒来，严哥也知道了更多的事情，这些都让我们一家规避了很多原本设定中的悲惨结局。将军这几天应该也查到了不少林依云的资料。我记忆中关于林依云的描写很少，但正如你怀疑他的情况跟我相似一样，我跟严哥怀疑他或许也获得了前生的记忆。原书是一个完整的故事，但那样的结局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结局。为了规避一切可能发生不好的原书剧情，我们得尽早做打算。毕竟我们都是配角，配角一般都是主角前进道路上的垫脚石。夫人说的对，感觉被点名了一样。算了，知道了未来的走向，萧定州就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走了。他绝不让严哥口中的悲惨事情发生。林初和一开始还担心萧定州是那种封建臣子，什么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的。幸好不是，不愧是他看上的男人。三人简单商量了这接下来该如何去做。萧定州，你夫人，我能站起来了。不会吧？我刚做了个梦，梦见我研发了新型的神经修复药，然后给你用了。怎么回事？感觉夫人看见了黄金堆，夫人大约是为我感到高兴的吧？多谢夫人。这个姿势还挺不适应的。怎么感谢我啊？好，就这样就等这种时候再算是吧。二人再从房间里出来，连嬷嬷都欲言又止。这也太晚了。爹，你能站起来了？爹，站起来了。恢复了不少，是不是很惊喜？太好了，爹也可以走路了。靖哥和琛哥闹腾，我都怕他们吵到你呢。不吵，正是玩闹的年纪，要不怎么说子随父呢？跟他们爹小时候一样，能折腾。定州刚被封为飞云将军那些年，京城里的小恶霸被他收拾了不少，可比景哥和琛哥他们能闹腾多了。林初和不动声色，却捕捉到了永福大长公主眸中短暂的一闪而过的情绪。永福长公主转移话题，关心起萧定州的双腿，已经恢复得很好，1个月之内或许就能下地行走。当真？阿和，你没骗我，定州他当真在恢复了？是的，前日早晨醒来已经能下地行走，只是现在还不稳定。下地想走的时候，总是下意识用内力，我便让他继续再用一段时间的轮椅，慢慢调整训练。今日来，本来也想跟公主说这个好消息呢，因一直关心将军的身子。你这孩子也真是的，我前几次问你，你总说还在治疗，半点风声都不透露。如今才跟我说，我也不知道药房空间搞的什么鬼啊！谁知道萧定州突然奇迹般恢复了这么多。之前是还不稳定，怕最后结果不尽如人意，因此不敢说。眼下明朗了，才敢把好消息告诉公主。你呀，你可真是，我呀就该琢磨琢磨你的话。你医术这般好，太医对我的身子都没有法子，结果被你给调好了。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等定州恢复如初，一定让陛下给你赏赐。将军是我的夫君，我和夫君互相照顾是应该的，跟陛下讨赏赐，成功率不高吧？定州是你的夫君，但也是大晋的定国将军，是大晋栋梁，给你赏赐那是应该的。这件事就这么说定了，不许推辞。
好让天下都知道朝廷多重视定州。哼，看那北元还敢不敢造次？莫不是以为我大晋战神陨落了？公主这么说，那我可就受之无愧了。这赏赐我可记在心中了。娘亲，我有个秘密跟你说。哦，琛哥有什么秘密啊？巫婆说爹爹是秘密。什么秘密啊？真的是姑婆说的？我亲耳听到的。巫婆跟幽兰姑姑说，没人知道就安全了。定州守了大晋这么多年，是大晋的将星，算什么贪狼星？我没见过这样舍生忘死的贪婪星。琛哥记好，学着永福长公主的语气，将原话告诉了林初和。巫婆还说，定州的秘密守了这么多年了，得跟我入土，不然太子那边第一个出手。什么了？贪婪星？娘亲，星星也贪婪吗？真听到姑婆这么说的？琛哥还跟别人说了吗？就是这样说的，我偷偷听到的，才没有记错呢。二哥说，贪婪星不是贪婪的星星，是很厉害的狼。将军总是被当作狼，说明爹爹很厉害。唉，他真的很厉害了，儿子，厉害到我们全家可能有杀身之祸呀。这是秘密，琛哥只告诉爹娘，不能跟别人说。琛哥只跟爹娘有秘密，才不跟别人说秘密。那么，永福长公主对萧定州的态度，或许背后还有别的隐情。夫人觉得有不妥。这个贪狼星的说法你听说过吗？我记忆里没有任何相关的信息啊。我小时候有一和尚跟我说过，那时我跟母亲还没有回侯府，还住在江南的别院。大概是夏日的某一日，一个和尚上门化缘，见到我便说我是贪狼星转世，是大煞之神，杀孽重，想收我为徒化解杀孽，结果被嬷嬷扫地出门了。哎，有没有可能你是什么天命之人？一般这种情节很常见啊。说完，林初和弱弱在心里想着，所以袁术里命运这么惨，会不会萧定州其实是流落在外的皇子？这件事我会去查。3日之后，天柱节，若是有什么事，让人及时去找我。知道了，夫君放心就是。严哥，好好跟着你父亲，有事就让人找我，知道吗？怎么就叮嘱严哥不叮嘱我呢？我难道不是一个更加严重的病人吗？去吧，要小心些，不要乱走。若是有事，及时让人来找。还真是传言误人。就是说嘛，您这样好性子的人，定国将军怎会不看重？这下子，那些因为定国将军醒来便又蠢蠢欲动的人呐，也该歇歇心思了。就瞧方才定国将军对您的情形，可见他十分爱重您。萧夫人，日后您可要多多参加宴会啊。我家将军的性子是极好的，我是他的夫人，他自然会看重我。这位姐姐说的对，日后再有什么热闹，我定是要凑上一份的。对了，定国将军夫人怎么不去见太孙妃？您二人不是亲姐妹吗？太孙妃忙着筹办宴会，事情繁多，我不便去打扰。啊，宴会筹办事情繁多，您又是太孙妃的妹妹，还以为太孙妃会让您去帮忙呢。天柱节毕竟是皇家之事，我又怎能越权呢？不知这位夫人为何会有这样的想法？是我想差了。定国将军夫人，太孙妃有请。我先告辞了。说完，林初和牵着琛哥随丫鬟离开。太孙妃，定国将军夫人到了。哎呀，妹妹，你可算来了，我们好久没见面了。是有一些时间没见过太孙妃了。看来很多年前这个妹妹就藏了心思。看来已经有所怀疑了。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？她前世的时候就与原主长得一模一样，连身上的痣都是一样的。叫什么太孙妃啊？我们是姐妹，怎么你我成婚了就要与我生分了呢？还记得从前我们尚未出阁的时候，你可是很黏着我的，有什么小玩意儿都要与我分享，追在我身后叫姐姐，还记得吗？你说日后就算嫁人，姐姐也是你最亲近的人呢，这怎么就与我生分了呢？那些话啊，你信吗？有那个心力多赚钱不行吗？什么意思？我们之间呢就没有演戏的必要了。过去这么多年，你怎么靠一套话术来控制我的？你我都心知肚明，我是怎么上蹿花轿的，你也比任何人都明白。不过我得感谢你，让我成功摆脱厄运，所以你背地里帮僵尸换妻的小动作，我也暂时不计较，但仅此一次，千万不要自作聪明哦，不然我不会好说话的。小妹，我小瞧你了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。兄长说的对，小妹真是长大了，翅膀也硬了，嫁了人就不顾念亲情。殊不知，这世上有些结局已经是注定的，谁也改变不了。若是强行改变，怕是要粉身碎骨，而唯有家人才是你永远的依仗，你说是不是？他可太是了，真是个好孩子，瞧着就十分机灵。你就是琛哥吧？
跟泰森的长子一般年纪了。林逸云刻意提到自己跟萧琪已经遇了一死之事，提醒林初和自己的身份何等重要，他改变不了任何结局。虫哥再过一段时间就要开门了，到时候琛哥愿不愿意来跟虫哥做伴读呢？伴读是什么？就是一起读书的意思啊。我读的是药书，要在手上扎针的，还要吃苦苦的药。他也一样吗？之前还在林府的时候，不知道妹妹竟然懂医术。你看，你不知道的事情，这不又多了一件，可见不是什么事情都是你运筹帷幄的。你是真不怕呀？我有什么好怕的？林初和冷笑：我过我的日子，你走你的道，互不招惹是最好的。否则你试试，我能不能让你一切打回原形？我最不喜欢自作聪明的人，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们同样出身林府，你以为我过得不好，你就能过得好？那就试试喽。而且你好像搞错了一个前提，从一开始是你先招惹我的。姐姐的记忆好像不太好啊，是不是忘记了？当年那2颗丹药是谁给你的？提到2颗丹药，林逸云脸色果然变了。不过，如果太子或宫中知道这当年的丹药根本不是他自己获得的，而是林初和给的，恐怕他在东宫的地位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稳当了。事到如今，那丹药到底是谁给的还重要吗？都是林家的功劳，莫非你以为太子或者太子妃宁肯相信你的话？小妹，你还是太天真了。解释权在我手里，而不是在你手里。倒是你，说是太子因为服用了当年的药，如今身子有什么不舒服？你说陛下问罪的到底是谁呢？你胆子这么大。外边，琛哥自行出来等待林初和，他哪里也没去，就在门口。那个太孙妃看起来就不喜欢娘亲，她担心娘亲被欺负，她要保护娘亲的。但她来之前喝了一大瓶林初和从空间药房里拿出来的奶粉，这会儿尿急了，琛哥啊忍不了了。丫鬟带他去了茅房，从茅房里出来，琛哥左看右看，不见那个带他来的丫鬟了，没办法，只好自己往回走。琛哥觉得这越走路越长，琛哥挠挠小脑袋，好像走错了。他突然听到了说话和咳嗽的声音。你好，请问速速门怎么去？太章帝、太子和燕王满脑子问号。太章帝心想：哪来的陌生小孩啊？速速门又是什么地方？琛哥被吓了一跳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小脸蒙圈地看着前面的几个大人。不要怕，你是谁？怎么在这里啊？燕王有了女儿之后，气质就温和多了。我才不怕，是他太突然了，我吓了一跳。我爹爹比他厉害多了。老爷爷好，2个伯伯好，我叫萧琛，来自荣国侯府，今日是跟娘亲一起来参加宴会的。你们也是来参加宴会的宾客吗？萧琛，来自荣国侯府。你爹是哪个？我爹爹是定国将军。太章帝惊讶：你是定州的儿子？咦，老爷爷，你也认识我爹爹吗？因为太章帝认识萧定州，琛哥一下子就觉得老爷爷变得亲近了起来，也不介意御前侍卫刷的抽刀吓人了。当然，你爹是大晋的战神，我们都知道他。哎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？跟谁来的？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？跟谁来的？萧定州的儿子怎么独自出现在这里呀？我是跟娘亲来的。太孙妃说要见娘亲，娘亲来跟太孙妃说话，让我出去玩。可我出门之前喝了好多奶粉啊！有个姐姐带我来尿尿，但我一出来，姐姐就不见了。老爷爷，2位伯伯，你们知道怎么回速速门吗？燕王满脑子问号，心中想着速速门是什么鬼啊？太子轻笑出声：“你说的是素云堂吧？”我可能记错了。你走远了，我让人送你回去。怎么不想回去了？燕王笑问：“老爷爷，2个伯伯，你们身子都不好，这个季节要少靠近水边哦，这里距离池塘太近了，水气多湿气大，对身体不好的。娘亲说了，对待医术要十分认真。”太章帝神色威严：“你怎么知道我们身子不好？这话可不能乱说。是谁告诉你的？你爹？我看出来的呀，我都不认识你，我爹怎么告诉我呢？老爷爷，你的问题真奇怪。你们3人面色都不好，老爷爷神色萎黄，大约是肠胃不适，恐怕已经多日没有好好进食。这位伯伯神色苍白，大约是有心疾。这位伯伯神色虽好，但肩部2边姿势不一，定然是已经受到旧疾困扰多年。你小小年纪就懂这么多，谁教你的？我娘亲懂的医术我学来的，娘亲说了，没有我可是不行的。你娘亲能教出你，可见是个神医。
娘亲就是神医，可厉害了，什么病都能治。不过我之所以懂这么多，是因为我爹爹和我大哥都有救起来，所以我比较了解。还有我二哥也有心疾，所以我一看便知。伯伯，我可以给你把脉吗？于是太子伸出了自己的手腕，好，给你看看，怎么样？太子见他像模像样的样子，便觉得好笑。这孩子，莫非真的是天才？伯伯的情况比我二哥要严重多了，是陈年旧疾，我年纪还小，不能医治的。哦，你说你娘是神医，那你娘医治好你二哥了吗？能医治我吗？娘亲说了，心疾须得手术，可整个天下还不具备手术的条件，所以心疾暂时不能医治，只能缓解。从脉象来看，伯伯近期发作过，要细细养护，不可以掉以轻心。这个时间风大，再等一下下就要回屋喽。真哥看完了太子的脉，又眼巴巴地看着燕王和太章帝。太章帝肯定是不行的，而燕王觉得十分有趣。小家伙，你也想看我的脉象？伯伯，可以吗？来，或许可以针灸治疗，像我大哥那样缓解；不过我太小了，力道不足，娘亲也不给我帮大哥针灸，大哥只偷偷给我扎过2次，我不能帮你的，我也没有针。你小子是真敢说。不过我有这个，伯伯夜间疼痛的话可以吃这个哦，这是我跟我娘亲学着做的，可以治疗痛痛。我爹爹和大哥也吃过了，大哥说很有用。对了，我大哥之前腿受伤了，现在已经被我娘亲治好了。萧鼎州这儿子，莫非是华佗在世？老爷爷的脉象你不能碰啊！为什么？算了，一个孩子而已。来，你也给我看看。燕王和太子都惊讶，但也没有开口阻止。怎么，我的脉象有什么说法？怎么瞧不出来？老爷爷脉象虚弱，身子不太好，但是太复杂了，我还没有见过，我不好说。你小子刚才不是头头是道吗？那是因为2位伯伯的脉象我都学过，这位伯伯的跟我二哥像，这位伯伯的跟我爹爹像，我都已经熟悉了，别的还没学到，但我会跟娘亲请教的。你刚才不是说我脾胃不和？是脾胃不和，而且老爷爷操劳过度，肝脏失调，脾气大，爱生气，这样不好的。久而久之，小病成为大病，问题就严重了。你倒是真的敢说，你爹都不敢这么跟朕说话。黄芪、白术、防风、茯苓、炙甘草、鸡内金、山萸肉、山药、枸杞子、桑葚、从容和黄金煎服而用，按时作息，7日之内必定缓解脾胃不和与疲劳之症。小家伙，你知不知道太医开药方都不敢如此肯定的？小妹，我奉劝你想清楚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跟我作对没有好下场。彼此，怎么去了那么久啊？是肚肚不舒服吗？不是啦，是回来的路上碰上了3个客人，他们身子都不好，我给他们把脉了。老爷爷的脉象我看不懂，一个伯伯有心疾，一个伯伯像大哥和爹爹一样经脉受损。老爷爷，大伯伯有心疾，并且还出现在这个地方，还能是谁？那肯定是太子啊！好家伙，至于这老爷爷，林初和脑袋嗡嗡的，他觉得自己的想法很大胆，难道是老皇帝？林初和立刻让陈哥说说那3人的样子以及说了什么。陈哥是听话的好孩子，又记忆力惊人，立刻一句不差的还原了当时的对话，连3人穿了什么衣服他都记得一丝不差，全都说给林初和听了。林初和有些无语，心中想着，随后他又说道：儿子，此后就惹上大牢了。你跟他们说，你的医术都是我教的。娘亲不可以说吗？当然可以说呀，以后我还要告诉别人，娘亲医术最好。我以后也告诉别人，陈哥是学医的小天才。萧炎，原来你在这儿！大家都去那边跟贺贵公子见礼。你是文哲先生的得意门生，文哲先生与贺贵公子交好，你竟不认识贺贵公子？哼！天下人都知道，贺贵公子才华纵横，能看得上眼的人不多。我在江南的时候，曾在左氏书院听学过，曾见过贺贵公子几面。左老先生跟我祖父也认识，有什么可骄傲的？你父亲虽然是定国将军，但也是武将，与左氏毫无瓜葛。内阁里光是左氏的弟子就有不少。你想说什么？王家与左氏认识。我在京城见到贺贵公子，不去问礼不合适。你等下与我去见一下贺贵公子吧，我将你介绍给贺贵公子，让贺贵公子顺便认识你。不过贺贵公子是文人，左氏从不出武将，他若是待你态度冷淡，你可别妄自菲薄。不必了，严格拒绝。说完直接走了。哎，王兄，你跟萧炎在说什么啊？没什么，我想带表弟去见一见贺贵公子，但他好似不太领情。王兄，你竟然认识贺贵公子？
我在江南长大，河东左氏的左老先生跟我祖父认识。萧炎就是这样，表面上待人温和，实际上从前在书院就不太跟人交往，眼下去了明德书院，都忘记我们这些从前的同窗了。王兄，走，准备去试问比斗，后面你可得带我们认识认识鹤龟公子啊！鹤龟公子，你觉得萧炎如何？事无其二，这就是严哥那个大哥。看起来跟严哥长得也不怎么像，这就是严哥的养父，跟他长得一个年纪，辈分却高出一截。好啊，萧炎真是文采出众啊，岂不成是佩服？那是，萧炎在明德书院可是出了名的才子，这算什么？眼看一盏茶的时间就要过去，王锦章才憋出了2句绝句。他念完了2句，场中的众人还都看着他，等着他继续念出这剩下的2句。结果王锦章表示自己做完了。不对啊，王兄，大家都是做律师，你怎么做绝句啊？一开始也没有对题材提出要求，大家只是切磋比试。是萧炎首先做了律师，提升了难度，大家才跟着做律师。没有题材限定，算不得违背规则。能出律师的才气过人，高下立见。文哲先生也点点头，不过是切磋比试，又不是科举考试。规矩没有这么死板，不过嘛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重要的是在切磋中知不足而后进。文哲先生说得好，您是自己的学生都不护着。老夫相信萧炎的能力。好了，比斗继续。随着比斗的节奏加快，场中的人纷纷退出。投机取巧的王建章在3轮之后直接被刷了下来。最后进入决胜之局的竟是赵于明和严哥，二人你来我往，又比试了6局，最后以严哥略胜一筹。赵于明输得心服口服的，是我不如萧公子。承让。赢他是一定要赢的，母亲对奖品感兴趣，他要拿到给母亲。鹤龟公子，你是？我乃江南王家，家父名讳王尊，曾跟随家父去拜访左大人，有仰鹤龟公子大名。祖父和父亲也多次跟我提过左老先生和左大人。萧炎，严哥应声看过来，就看到了左鹤龟，他只好走过去。鹤龟公子，萧炎是我表弟。严哥，这位王公子说你是他表弟，我怎么从未听说过？但对此严哥不做表示。王进章的脸直接裂开。荣国侯府的亲戚，原来如此。左鹤龟直接无视王进章。这几日你又进步了不少，我们去旁边说说你的功课。我大哥就是天底下最聪明的人，文武双全。他今年就要参加院试，我相信他一定可以的。我要去告诉我娘，我娘听了肯定会高兴。这次顺便也让你见见我三弟，我三弟可是天才，到时候你就会知道我们的计划一定能成功。好，还有啊，这件事，哎呦，萧景，你没事吧？哎，是你。段旭白笑了，又见面了。你也来参加天柱节宴会？对了，上次给你的药好用吗？很好，眼下已经恢复了。之前都不曾有机会感谢你，哎，都是举手之劳，感谢的话不必多说。那药是精心制作的，就是贵一点而已。懂了，又是被家里克扣零花钱的小孩。今日出门身上没有带足够的银两，你日后有空去雨花巷的段府找我。有这个地方吗？你礼貌吗？人家刚说完，你当面扭头问我。这是镇南王世子，那是镇南王府在京城的居所，那岂不是很有钱？赚了赚了！怎么感觉这小子看我的眼睛都冒光了？你不认识镇南王世子？我从前又不怎么出门，在5岁之前，我都生活在边塞的，哪里认识京城的人士？没想到是镇南王世子，我大哥对他还挺好奇的。快走快走，去跟我娘报喜！娘，大哥在斗诗比试中拿了第1。他一看到林初和的身影，就拉着盛昭过来。林初和满眼的小星星，微笑着。定国将军夫人，贵府的公子真是了不得呀！恭喜恭喜！哎呦，我家小子跟贵府的公子同在明德书院读书，平日里回来可敬佩萧公子了呢。说贵府的公子学识第1，连文哲先生都亲自过问功课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就是学霸母亲的感觉啊！当初师傅也是这么被恭维的吧？哎呀呀，真开心！严哥啊，严哥，娘今日也算是帮你开路了呀。这一世肯定让你比前生过得光明坦荡，我们一起走向人生巅峰。结果下一秒，就有夫人隐晦地问林初和，这严哥是否已经婚配？好家伙，这是看上了严哥呀！林初和立刻表示，孩子还小，眼下尚不考虑这个事情，只将心思放在学业上，先立业后成家。顿时，周围的夫人都暗暗可惜。娘，这是盛昭，上次来过我们家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，上次没有好好招待，让你们尽兴，是我们礼数不周了。夫人客气了，是我们突然到访，打扰了贵府。小小年纪就颇有气度，你是谁家的孩子？娘，盛昭是盛家的孩子，就是在大晋有诸多商铺的那个盛家。好家伙，商贾盛家，那不是大晋首富？这可是主角团成员啊！景哥，你是真能交朋友哦，原来是盛家的孩子，怪不得年纪小小就这样有气度，看起来就将来前途不可限量的样子，真是好家教。林夫人，谁呀？这是家母，大晋首富的夫人金大腿啊！原来是盛夫人，
景哥身子不好，在书院多亏了盛小公子的照顾和帮忙。这定国将军夫人真是个好相遇的人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这2个孩子投缘，朝哥少有玩伴，还多谢贵府的公子不嫌弃。这个小哥哥身子不好，娘亲说学艺就要理论与实践结合。盛昭对小孩子谈不上喜爱，但是不知道为何，见到琛哥之后，他并不排斥他的触碰。我弟弟在给你把脉，他还会把脉？当然，我弟弟可是天才，能让他主动给你把脉，说明他对你感兴趣，因为他一眼看出了你有病。谢谢啊，你真不愧是我好友。琛哥啊，盛家哥哥近来参加宴会，只想尽兴。娘亲知道你关心2哥的同窗，但我们可以宴会结束之后再提出给你探脉的请求，是不是？对不起，盛哥哥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关系，小公子天资聪慧，大约是瞧出了朝哥身子不适。没关系，你真的会把脉吗？看出了什么？盛家哥哥肺脾气虚，脉象细弱，而且是陈年旧病，因为喘急，娘亲教过我的我都记得，需要益肺健脾，化痰平喘。你没跟你弟弟说过我身子不好啊？我发誓，我一句都没说。我弟弟是天才好吗？我都不止1次跟你说了，你还怀疑我？我们还是不是好朋友？琛哥这样聪明，真是让人越看越喜欢，连带着他也十分羡慕林楚河。朝哥是出生的时候不足月，身子不好，自生下来就有喘症。小公子还真是天资聪颖。是啊，这孩子有天赋，我跟将军都为他感到骄傲。娘，我带琛哥去别处玩。琛哥想去吗？这小子又瞒着我做什么事情？那去吧，小心些，莫要太靠近水边啊。好，这一下你信了吧？琛哥就是天才，连我娘都说了他有天赋。你若还怀疑我提前跟景哥说了你身子不好，你大可以问问我琛哥懂得多少药理知识。就过去了这几天，他长进了不少呢。琛哥，你快说道说道，让他知道你的本事。弟弟，不用背了，我相信你的本事，你肯定可以的。喂，这是我的弟弟，你要叫琛哥。你我是好友，你的弟弟就是我弟弟，哪有这样抢弟弟的？二哥，我可以回去找娘亲了吗？去吧去吧。景哥让不远处的丫鬟带着琛哥离开，随后得意地对盛昭说：哼，休想抢走我弟弟，这下你总该放心了吧？咱俩可以合伙做生意。小天才琛哥由丫鬟带着离开，但半路上便被志哥给拦住了。是表弟啊，我在前面发现了一处好玩的地方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表少爷、三少爷还要回去找夫人呢。二舅母就在那边，我就想跟琛表弟玩玩都不行吗？又不走远。放心，我不会欺负表弟的。你可得了吧，最危险的就是你，上次在府中还装神弄鬼的吓唬小少爷呢。你不过是我二舅母的丫鬟，也敢拒绝我？知不知道谁才是主子？再说一句，看我不让人撕了你的嘴！有病啊！好像是我先前给伯伯的药丸的味道。王家又想欺负娘亲吗？我不允许。没事的，我跟志表哥过去看看。志表哥，我的丫鬟也能跟着来吗？当然，反正等下就会被吃走。见过太子妃，抬起头来，让我好好瞧瞧。我竟不知道京城还有这样标致的人，怪不得定国将军醒来的第1日就同意永福长公主做主赐婚。谁见到定国将军夫人这样的人物能无动于衷啊？多谢太子妃夸奖，您今日一见我就觉得我长得标致，那必定是您这些年鲜少出门，不知大晋儿郎姑娘多俊俏，走在街上就让人十分赏心悦目了呢。为何呢？自然是因为陛下治下国泰民安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有了心思赏玩娱乐，悦人悦己啊。一句话直接上升高度了。太子妃一梗，冷嘲热讽被林楚河说成了盛世之至。连太子妃您也是呢，风采不减年轻的时候，让在座的晚辈们心中十分羡慕啊。太子妃有些无语，这话让她怎么接呀？原本内涵林楚河的话，瞬间变成了真夸人的话。怪不得然儿斗不过林氏，这个林氏果然不是个好相遇的。定国将军夫人还真是伶牙俐齿啊！我听闻你还擅长医术，从前竟从未听说过。我这几日啊，身子不太爽利，待会儿可得叫你留下来，替我好好看看。好啊，我瞧太子妃的气色确实不太好，您就是不说，我也要舔愿留下呢。东宫枕银膏，多年前便一领教过了。多年前，东宫何时请过你？母妃，妹妹哪有什么医术，不过是在闺中的时候照顾母亲，看了些关于医理药食的书罢了，哪里能给您诊脉？您身子不舒服，还是请太医吧。哼，眼下倒是姐妹情深了。知道这样会惹太子妃不满，但林云必须杜绝太子妃单独见林楚河，心中也更加确定这个妹妹留不得了。今日跟太子妃一起的还有刚回京不久的燕王妃，她一直都是一个低调的人，知道太子妃故意为难林楚河，
事情啊，倒也听说了一些，左不过是为了他那个不成器的侄女。大嫂，您就别拘着各家夫人了，日头正好，大家还盼着去赏莲呢。我刚回京不久，许多年不曾见过天柱节宴会的盛况了。您再不让我去走动走动，我日后可多去叨扰你，让你烦心。好，好，好，怪我耽误了你赏花。但你若真的这么说，我可要多耽误你一些时候了，好让你多来东宫走动，有人陪我说说话。这是在替林氏说话？莫非燕王如今对那个位置有想法？行了，大家都散了吧，好好瞧瞧今年的玉莲。各家夫人瞬间散开，结伴的结伴。突然间，有丫鬟匆匆过来：“夫人，不好了，小少爷落水了。”来人是今日跟萧大姑一起来参加宴会的荣国侯府的丫鬟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不是让人好好跟着志哥吗？是这样的，奴婢该死，只是表少爷说要带陈少爷去看莲花，不许奴婢跟过去。奴婢后来听到了争吵的声音，接着就说表少爷落水了。我去看看。啊，是琛哥将志哥推入水的。大嫂，这话不要乱说，谁都没有说过这话。我这也是情急之下，那不是琛哥跟志哥在一块玩吗？琛哥就算是小孩，也不能被人随便冤枉，日后他还怎么立足？而且琛哥一向乖巧，怎么会无缘无故去推志哥？我们还是过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吧。走，我们也过去看看。众人过去的时候，萧大姑抱着浑身湿漉漉的儿子，琛哥站在旁边的不远处。娘，娘，志哥，你怎么样了？我好难受，我胸闷。琛哥推了我，娘，我差点见不到你了。你放屁！我弟弟这么小一个能推你？他无缘无故推你干嘛？二哥不要生气，身子不好不可以生气。我能不生气吗？什么破玩意儿，比琛哥还大一个块头，不欺负琛哥就算了，还敢说琛哥欺负他？志哥都掉进水里了，眼下胸闷的难受，若是再晚一点就要出人命了。这么大的事情，难道是志哥污蔑琛哥的吗？我是真的没想到，你小小年纪竟然这样狠毒。志哥怎么说也是你表哥啊！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能听信志哥的一面之词。林楚河赶过来，当时我们大人都不在旁边，两个小子为何去湖边玩耍？又发生了什么？志哥竟然说自己被推进湖里，当时又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恐怕还得两个孩子说清楚。娘亲，我没有推他，是他自己跳进去。好，娘亲知道了。娘亲知道琛哥是乖孩子，不会主动害人。娘，我不要住在这里了，是表弟害我，我们回江南好不好？娘，我好难受啊，我不要住在侯府了。弟妹，你到底是怎么教孩子的？若是不会教，就让二弟给孩子换个母亲。小小年纪，别的不学，学说谎害人。我看。萧大姑话还没说完，林楚河已经一巴掌下去，这直接给萧大姑打懵了。没有听见琛哥说吗？不是他推的，是你们家志哥自己跳进去的。我让你开口先说，不是给你机会污蔑我儿子。小孩不懂事，你这么大年纪也不懂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先问，人人都像你这么短，世间得有多少冤案？这件事查不出来，那就报官吧。硕大一个庄园，我不信当时就2个孩子在现场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彩霞，夫人，奴婢在。说说，当时怎么回事？彩霞扶了扶身子，直接说她带着琛哥回来，但志哥死缠烂打的，非要带琛哥去湖边玩耍的。后来跟着志哥的丫鬟过来找他，说是琛哥让他去拿些栗子酥过来，跟志哥一起吃。彩霞当然没有离开，可志哥的丫鬟死缠烂打，2句话的功夫，他一个不留神就出事了。琛哥对栗子酥过敏，吃下去身上便会长疹子。我请问呢，想害人也不多做功课。哼，小小年纪心思这样多，也不过是你丫鬟的一面之词。志哥的丫鬟亲耳听到2个孩子有争执，表少爷不让奴婢靠近打扰他跟琛少爷玩耍的兴趣，奴婢便在不远处看着。听到2人有争执的声音，琛少爷说什么都不让表少爷住在侯府，让老夫人将表少爷赶出去。弟妹，你听清楚了吗？定国将军啊！夫人，事情我已经听说了，没事，得让人调查清楚。爹爹，琛哥不是故意去危险的地方，我瞧见湖边的小楼上有人，看见志哥自己跳下去了。懂了，是我小瞧了琛哥，不过怎么感觉儿子一个个的都变得越来越腹黑了呢？遗传谁的？反正肯定不是我教的。荣国侯急匆匆而来，看到现场一片混乱，立刻询问姐姐：“大姐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闹得这样狼狈？”那得问问定州一家了。哼，如果侯府当真不欢迎我们一家，我们出去单独住就是，何必这样害孩子？这个侯府我是一点不敢再住了。今日是志哥被推进水里，明日还不知道谁吃错了东西，一睡不醒呢。这荣国侯左右为难，说的什么话？你是我姐姐，谁敢将你如何？事情哪有这么严重？左不过是2个孩子有小摩擦，我跟太孙的孩子也是2、3日就拌嘴1、2次呢。小孩子之间都这样，
闹起来了，说的都是脾气话。我看双方各退一步，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。好了，小妹，我知道你着急，不过是孩子间的摩擦，咱们做父母的简单引导，让孩子自己解决矛盾就好了。你呀，就是没当过亲生的父母，才这般着急，刚才还动手打人了。王夫人怎么说也是你姑姐，赶紧跟王夫人道个歉。哼，太孙妃倒是会养孩子，勿以恶小而为之，这是小事吗？真哥没有做过的事情，却被人冤枉，眼下你们却想轻拿轻放，岂不心虚？林书和，你别让我难做，听不见，请太孙妃大声一点。今日的宴会，京兆府尹和大理寺卿都来了，既然难以决断两个丫鬟到底谁说谎，便让朝中的断案好手来看看，现场总能留下痕迹。我方才已经让程阳护好了现场。人群外面的京兆府素良才有些错愕，他今天就不该出门。他决定了，日后有萧定州在的地方，他绝对不出现。将军说的对，事关两个孩子的清白，以及我跟将军会不会养孩子的清誉。既然如此，那就麻烦两位大人吧。爹娘，当时我跟志表哥在湖边玩耍，有人看见的，可以证明我的清白。这小子果然比他爹靠谱，太好了，不用我出手得罪人了。有人看到，真哥好好说，娘找人去问问，让大家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何事。不可能，周围根本没人呀！志哥升入红中，恢复的这么快呀，舅母还没给你诊脉呢。你吓一个孩子做什么？我来，苏大人，我来帮你断案。苏大人，我帮你断案。我是证人，我就是证人啊。当时我就在那个小楼上，他们二人一到湖边我就看见了，我还跟小弟打招呼了呢。那个小胖子是自己故意掉进水里的，他本来就会游泳，他是故意污蔑这个小弟弟的。苏大人，你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？这小姑娘来的真是及时。你是谁家的孩子？怎么这样污蔑志哥？你管我是谁？反正不会教孩子的是你，你才应该给小胖子换个母亲。宁儿，不可胡言乱语。娘，我没有乱说，我亲眼看见的。小弟弟，你别怕，你们一起玩的时候，我在小楼上都看见了，就是小胖子故意推了你。苏大人若是不信，我还有别的证人。苏大人，我帮你查。苏良才有些无语，心中想着：刚才苦巴巴，现在笑嘻嘻，今日出门黄历极好，幸好有小郡主在。小郡主，你看见了什么？在哪里看到的？是不是看错了？太孙妃嫂嫂，你这个问题真是奇怪。寻常人听到我这么说，也就问一句：我具体看清楚了什么？你怎么还觉得我是不是看错了呢？林逸云有些无语，随后说道：你年纪太小，眼见不一定为实啊。我只是年纪小，又不是傻。萧大姑原本还想说什么，荣国侯却阻止了他。这是燕王府的小郡主，你跟这哥就是一伙的，你们联合起来不可认错。你叫他小弟弟，你们认识？你不是胸口发闷难受吗？现在说话这么大声，又不怕自己的计谋被拆穿了？你，反正你就是帮他。是什么破孩子，也不知道王家到底是怎么养孩子的。好，乖宁儿，你跟大家说说你看到了什么。我本来跟着皇祖父在小楼上看荷花的，等着小德子给我摘莲蓬回来吃呢，就看到小胖子拦着小弟弟，非要小弟弟跟他去湖边玩。小弟弟的丫鬟不肯，小胖子就凶巴巴地说要将他打发出府去。哼，真是霸道！也不知道这家是怎么教孩子的，一点也不像我一样乖巧懂事。后来我就看见了，小胖子将小弟弟带去湖边，不一会儿他的丫鬟就过来，拉扯着小弟弟的丫鬟，试图让他离开。小胖子以为周围没有人，就欺负小弟弟，让小弟弟跪他，不然就让所有人都不喜欢他。小弟弟当然不肯啦，小胖子就说信不信我让你和你爹娘都丢脸。结果就是这样啦，小胖子自己跳进水里，说让小弟弟爹娘都被人骂，到时候所有人都不喜欢他。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你这人心眼可真毒，你才多大呀，就这样算计人污蔑人，平时也不知道是谁教你呢。还有你自己的儿子会不会水，你还不知道吗？跟着自己的儿子污蔑人，你这么大的人了，这种事情也做得出来？你是谁家的夫人？我要告诉皇爷爷，惩罚你夫君，拔了你夫君的官。谁让他不会教儿子？连儿子都教不好，能做出什么政绩啊？好啦，小小年纪就你长嘴最会说话，这是能说的？是啊，皇祖父也夸您啊，说您儿最会哄人说话。小郡主，张公公，你快给我作证，你就说我刚才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小胖子还说我跟小弟弟合起伙来污蔑他呢。张公公立刻给了志哥一个眼神，志哥还要再说，却被荣国侯一巴掌过去。闭嘴！这么热闹，太子伯伯，你可得给您儿作证。好，你这小丫头，哪里热闹就往哪里去。你没有说错，王家小子做错了事情，让他给你道歉行不行？哼，跟我道歉有什么用？又不是我有什么损失，他害的可是小弟弟。还不快过来，给太子和小郡主磕头认错。见过太子殿下，见过小郡主，我错了。
都是臣妇疏于管教，请太子和小郡主饶恕。行了，我还能跟小孩子计较不成？说起来都是家事，家里孩子闹了矛盾，还是交给你们荣国侯府自己解决吧。外人也不好再说什么，孩子小，慢慢教导就是了。一日养不成栋梁，小将军，你意下如何？瞧瞧你今日都做了什么错事？哪有这样跟弟弟闹着玩的？还不快过来道歉！申表弟，方才是我错了，我不该开那样的玩笑，你能不能原谅我啊？哪有你这么道歉的？什么做错了事情，也分明就是故意的，是害人。别以为你年纪小就可以不用承担过错。宁儿，这是宁国侯府的家事，伯伯知道你生气，我们做外人的不要参与他人的家事。弄得还污蔑我跟小弟弟合伙呢，这算是家事吗？宁儿什么时候成了荣国侯府的孩子了？定国将军又不是我爹。这话怎么接呀？太子妃看了眼燕王妃，希望燕王妃管管，可燕王妃看不到太子的眼神，一心放在女儿的身上，目光似乎还十分的欣慰。太子有些无语，小郡主还有自己的道理。而且荣国侯府本来就是萧氏一族的，侯府的事情不就是萧氏的事吗？宁儿可没有忘记祖宗。太子无语，随后心中想着：怎么内涵我忘记祖宗了吗？林初和不由得在心中竖起了大拇指，随后心说：不愧是你啊，小女主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那你说该怎么做？自然是按照萧氏或者王家的家规来处理啊。做错了事情，只说一句道歉就能过去，那还要我们大清律法做什么？还要家法做什么？要想衣锦效尤，按照规矩来做事，不然今日开始人人都知道，犯了事只道歉就能过去，